好，进入到节目最后一段，我们来聊点科技的话题。延续去年2025这个 AI 主轴，AI 人工智慧依旧是26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战。美中两强持续在这个领域打得火热。那中国为了摆脱美国的 AI 晶片管制，他们是积极推动半导体的全国产化。但是关键呢，就是要做先进制程，因为现在成熟制程，中国大陆已经做得很好了。好，日经新闻就指出，包括了华为、中芯国际，还有华虹半导体等的这些科技的中企他们要全力发展7奈米甚至5奈米的晶片。但是呢，做这些奈米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良率要做得好。好，那摩根士丹利就预估目前中芯国际的7奈米的良率还是大概只有30%而已所以这不是你做多的问题，你良率不高，你做一片赔一片所以要真的有市场机制还是要良率提升上来。目前可以看得出来，中企要追上现在业界顶尖的三星、台积电，还是有一段落差。但是，一旦中国倾全国之力发展一个领域的话，通常我们都会看到未来呢是有一个正面回报的。那赖老师怎么看中国晶片产业？如果急起直追的话，共产体制的国家在发展半导体，它的优势跟劣势分别是什么？我觉得大陆的工程师跟科学家他们的脑袋是很灵活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过去朝鲜战争的时代一直到现在，在这么多的被封锁的过程中，甚至很多技术明显的落后的情形下，对他们的科学家跟工程师都可以透过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然后去突破很多的障碍。在过去的战争也发现同样的情况。那现在的科技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大陆现在第一个，他们的工程师跟科学家的受的教育是高的，对，然后基础的理论是非常的扎实。那两岸的中国人都一样的聪明，一样的有智慧，而且一样的努力认真。怎么可能台湾做得到，大陆会做不到？所以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是，而台湾是市场机制当时台积电它能够吸纳这么多的优秀的好手进来，那一个是市场机制，可以比台湾的一般的刚好赶上了时代对的时间，然后比一般的工程师的待遇高，所以很多人他就专门的一生只做那一项的技术，那当然他就做出来了。我认为大陆他们“15+5”计划也列为国家的重点产业，不管是 AI 的晶片也好半导体也好，那但是问题就在于大陆跟台湾又不同的地方是，台湾只能够生产制造，但是台湾光刻机做不出来，大陆是连光刻机都要做出来，台湾光刻胶做不出来，大陆连光刻胶都要做出来，所以大陆跟美国跟所有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全面化都要自己做出来。我个人认为，当它能够突破7奈米，当初我记得张忠谋还预估说早得很了大陆，但是结果不是早得很，是它突破了。那现在你可以嘲笑说，哎呀，这个良率只有3成了，我们已经7、8成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可能你认为还要几年的时间，或许更短的时间内，它又突破了。我个人是觉得，对中国大陆的估计，我们都很难说是几年内。但是如果我们就“14+5”计划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说5年内完成了他们当初的规划，而当他们缴成绩单的时候，就都缴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当他们定了“15+5”计划的时候，以他们过去的潜力，我们可以推断得出，它“15+5”绝对会如期完成。那您说这个奈米的问题、半导体的问题，有人估计5年内，以后可能中国大陆用白菜价打趴全世界所有的半导体厂。其实我们台湾最大的噩梦就来自于，如果一旦它突破了，那就是白菜价了。真的，这个科技的东西日新月异大家领先的确认不能骄兵因为真的后继者的追赶速度是非常快的。好，现在中国为了赢下 AI 大战，方方面面也在跟美国较劲。近期传出呢 ，DeepSeek 很快要发布一个新的大更新版本V4。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他们没有按照惯例把这个新一代模型先提供给美国的晶片制造商，像是辉达啦，还是 AMD、超微这些大公司进行效能优化，反而是先提供给了华为在内的中国厂商，提前几周来进行优化。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关键的举动风向球了。另外就是美国也公布了另一个措施就是它禁止联邦行政机构去采购像是中芯国际、长兴存储还有长江存储这些
中国企业的晶片设备与服务，就是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进一步的做限缩。好，从这个科技巨头的对抗，然后到政府采购，都是要继续抵制中国。中美关税战，我们看到目前暂时停火，因为高等法院这个违宪的关系。但是 AI 的布局，两边还是继续暗潮涌斗。2026年这一回合，蔡委员觉得哪一边的胜率比较高？两边都胜利，没有输家，没有输家，而且输的是第3名，以后会输光光。就是像2个武林高手打到最后，旁边人都已经打不下去了，只有剩下他们两个。而这2个谁打不死谁？问题好玩在这里哈，因为 AI 是一个产业哈，这个产业顶端呢就是大语言模型，对啊，再也是边缘 AI， 就是我们叫的 Edge AI 哈，比如说汽车啦、手机啊这种小型的 AI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它晶片制造跟设计，对，那台湾晶片设计还好了，但是比如联发科也不错了，对，但是制造在独步全球啊，所以我们站到一点边。对，那再下来就是应用软体了。那我们台湾基本应用软体是比较逊一些，是比较弱一点。就现在因为大语言模型的发展，美国很多以前的软体业者现在被打趴了。没错，因为他们发现说，我不需要买这些软体啊，我用 AI 自己帮我找软体出来了。是，所以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改变哦，日本很多做软体的，印度做软体的，哇，都完蛋。欧洲做软体的，现在一片哀嚎啊。那现在有大语言模型的只有中国跟美国有，其他没有啦。啊，中国你 DeepSeek 也好，阿里巴巴千问也好，或者因为起步早。而刚才那个赖教授讲对啊，中国的财经官员很早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反正不管成败如何，先押宝再说啦。所以终于押出一条路线。中国的工程师也很争气，所以严格上来讲，刚才那个赖教授讲说，两岸中国人都很聪明。我应该加上一个3岸中国人都很聪明，因为矽谷几乎都中国人。OK， 可以。这一波印度人没有跟上，日本人也没有跟上，但韩国也没有跟上，但是他跟上了记忆体了，对，跟上记忆体，然后，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到哈，只剩下2个国家哈，拔剑四顾心茫茫。谁也杀不了谁，而且这会变成2套系统在全世界对抗，不叫内卷，叫外卷。但2个国家外卷的越厉害的话，其他国家就看要加入哪一派了。一个武当派，一个少林派，不是，只能当副手。OK， 好，这个说啊 ，AI 井喷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关键角色。刚刚蔡委员跟我们提到很多，从这个大语言，然后到软体，到周边各种。那台湾的角色呢？我们在代工这一块，算是目前有台积电，还有很多像力积电等等哦，我们有抓住一个大头。那无论是现在挖矿的，还是卖铲子，都离不开台积电的晶圆代工嘛。那想当然尔，在美中这个角力之下，台积电也会是一个重点。所以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在去年上任的时候，他就有跟黄仁勋这位 CEO 说过呢。说他在跟习近平一谈到台湾议题的时候，会感觉到对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这让他感觉不太妙。因此，他要求黄仁勋呢要想办法把这个晶片的供应链移回到美国本土来生产。就是因为川普认为呢，这些全球的高端晶片生产地如果都重压在台湾这一处，那风险真的是太高了。之后我们也陆续看到了，不管是对等关税啦、台积电加码在美设厂啦，还是经贸投资牵动、军事采购等等这一连串操作。目的呢，就是台积电切割到更多去美国，切越多越好，这就是川普最终的目的。所以预计4月份可能会登场的川习会，将军，你觉得这个不管是晶片战略还是台海议题啊，一个绕不开的谈判主题就是台积电吗？当然就是台积电了。其实这个是 AI 算力哈，代表国家的战力哈。那其实，在川普1.0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哈。但是在拜登时代的时候，拜登还比较老实一点，他是希望扶持自己美国的这种 Intel 产业哈，所以他投资了500亿美元啊，通过一个法案叫做这晶片科学法哈，希望借着500亿美元来提振这个美国自己的晶片产业。但是没想到哈，这个做了多少年之后，后来还是失败了，因为美国第一个它的制程它没有办法达到先进的制程，第二个它的成本过高哈。所以美国有很多的企业来讲的话，他是不愿意买美国自己生产的晶片。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当这个川普2.0版出来的时候，
他就用抢的方式，硬把台湾的台积电抢到美国去，因为他认为说，一旦如果说台海之间发生危机的话，那晶片代表国家的战力，所以他就用硬抢的方式。那鲁特尼特也特别讲哦，他希望有40%的晶片在美国生产，可是美国可不可以做得到呢？我觉得晶片是一个技术。